也就是说，未来真的有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不但要问我的航母在哪，恐怕还得问我中国的航母在哪吧？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有中国航母拦着路，美国航母在大洋上就没有这么横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最近海军宣传局和中国军号联合发布了一个视频，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兴奋。这个视频里面呢，有一段话，就是我们一个军官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3滩安排，同时过来的画面就是16号舰、17号舰，再继续过来呢是留白，这个就不用说了，寓意着中国第3艘航母呢即将面世了。关于第3艘航母面世的时间呢，有不少信息呢，原来呢预计可能在海军节4月23号这一天会发布最新的新闻，可能是因为上海疫情的影响，第3艘航母下水的时间推迟了，但我觉得可能推迟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近已经复工复产了。上海已经复工复产了。那么中国第3艘航母如果真的面世，它预示着什么呢？从哪几个层面来说，我们第3艘航母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呢？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请雨田先生一块来呢进行一下分析和对未来的一些判断。我们中国的航母我们现有的2艘航母其实都是复刻当年苏联的这个航母，就库兹涅佐夫级的这个航母。对。这个航母呢，采用滑跃甲板，用歼15当做它的舰载机。但是最重要的预警机呢，我们现在是用直升机来暂时的扛一下大梁。直18。但是这个直升机呢，现在它有一些问题，一个呢是续航时间短，在天上待的时间很短；第二个呢就是飞得太慢，就容易被别人偷袭。所以呢，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预警机。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也正在研制新型的这个固定翼的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现在正在试飞，网上有很多照片了，这说明呢，就已经离它的这个入役也不远了。这是现在我们现有的情况，就是我们航母呢，可能我们的这个预警能力不足，造成我们航母整体的战斗力呢，可能跟美国差距还比较大。那我们就网上公布的信息来看我们第3艘航母不一样了。我们第3艘航母呢，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滑跃的甲板，而是平甲板，上面呢3部弹射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应该就是电磁弹射器一步跨越，跟美国是走到一个水平线上了，可以说就是非常的提气当年我们的马伟明将军还说过一句话：赶超就要赶超美国，这个说的很硬气，说明我们也是很有信心。那我们的电磁弹射器装上去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能弹射我们的预警机了。我们的预警机在天上待的时间长了，雷达性能更好了，那我们对整个空情态势的掌握呢就更加全面。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歼15上去之后，它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更多的油，它起飞重量增大了。以前是靠自己的发动机硬推上去的，现在有个外力了之后呢，那么它起飞重量就会大大增加，那作战半径就更远了，携带弹药就更多了，打击能力更强了。也就是说新航母至少有3大亮点。第一，电磁弹射器超过美国的，美国电磁弹射器弹射故障率是1600次一次，到今天并没有成功。听说中国电磁弹射器已经试验了几千次了，没有问题。第二，舰载机我们也是隐身舰载机，至少说和美国 F-35B、F-35C 是差不多的。第三，我们的舰载预警机，因为我们的空军的预警机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应该我们的舰载预警机水平呢，也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是一个航母本身就有3大亮点。同时，我们这个航母编队当中，你认为最大的亮点在哪呢？航母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一个编队。我们现在呢有专门为航母生产设计的一个大型驱逐舰055。这个055呢说起来呢就非常厉害了，那就是首先1万多吨排水量，比美国的阿利伯克要大。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垂发单元这个直径比美国那个垂发单元直径大，那我们可以发射更大的导弹。就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央视公布的这个视频上，这个055就发射了一种新型的远程的这个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就厉害了。据说这个导弹射程能超过1000千米，这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说是颠覆海战的这个规则的一个武器。那么我们知道，即使发展到现在，就是已经是航母舰载机舰机适配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磨合的很好的程度了。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呢，依然也就最大到800公里左右，撑死1000公里了不起了。再远呢就没办法了，因为这是受现在技术限制，也就这样了。但是这高超音速导弹不是啊。现在我们最远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东风26 4000公里，就算我们东风26装不到舰上，那么我们这个小1号的也1000多公里了，比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远了吧？那么你舰载机打不着我了，我能打着你，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未来航母打击编队的这个主要打击的力量，不再由舰载机来承担，而是由高超音速导弹来承担。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朝一日中国的航母编队与美国的航母编队对峙，可能我们的飞机的数量没人家那么多，我们其他水面舰艇的质量呢和人家差不多，但是我们有一个绝招啊，我们有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打你的航母和其他舰艇，这美国是不具备的，这是我们航母编队第2个意义。同时，我觉得我们航母编队还有第3个层次的意义，就是说这有可能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是不是会也带来一些影响呢？那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航母很多时候到发展到目前为止呢，它都是大国欺负小国的工具。美国开着航母到处转悠，是吧？一旦全球哪地方出事儿了，美国总统第一个先问我们的航母在哪，是吧？航母都快变成一个警察了，政报工具。而且呢，全世界大洋各处横行的只有美国的航母，其他国家的航母都是一些小的或者是一些防御性质的航母，没法对它构成威胁。但是现在我们的3胎是切切实实能对美国的航母构成威胁的一个航母了，等于说是跟它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样对中国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提升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未来真的有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不但要问我的航母在哪，恐怕还得问我中国的航母在哪吧？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有中国航母拦着路，美国航母在大洋上就没有这么横了。所以中国的航母其实最高层次的意义，可能今后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以及地区安全形势带来巨大的影响。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务便利面，下一次我们再见。